河南周口决堤了，30米宽的口子，医院1楼直接没顶。8月13号深夜11点，多数人刚躺下，周城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轰地撕开了，不是渗水，不是管涌，是直接崩开一个30米宽的大口子。上游洪峰往下压，沙引河的水往回倒灌，两头一挤，堤坝跟纸糊的一样。水冲进来是什么概念？周口市第5人民医院整个院区一片汪洋，最深处1.5米，病床泡在水里，病人躺着没法动。旁边一所技校全部被淹，距离溃口才2公里的村子，水深直接及腰。庄稼地变成了湖面，村民家进水，上千平米仓库里的货物全报废了。深夜11点，一声闷响，河南周口的堤坝突然裂开一道口子，30米宽，河水疯了一样往外涌。更让人后怕的是，这个出事的地方名字就叫川汇区。川汇区顾名思义是沙河、引河、贾鲁河3条河流交汇的地方，3条河挤在同一个出口，就像3股车流同时挤进一条单行道，谁都想先走，谁都走不痛快。这一次贾鲁河没扛住。8月13日晚上11点左右，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加上沙引河水位太高，倒灌顶托的双重挤压，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溃口。这不是电影特效，是几个小时前刚刚发生的真实险情。堤坝一旦彻底失守，后果不堪设想。周口贾鲁河溃口正在展开封堵作业，河南3地防洪大堤在极端暴雨中瞬间失守，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的强烈冲击，河南多地在短时间内暴雨如注，多条河道水位瞬间超越警戒线。8月12日晚19时许，平顶山极县北汝河左岸的明堤率先宣告失守。这段防洪标准相对较低，早期由群众自发修建的堤坝，在极端强降雨以及上游水库泄洪的双重巨压夹击下，超设防的洪水能量瞬间超越了堤基的物理承受极限，直接被狂暴的水流撕开了一道宽度约47.5米的巨大溃口。紧接着8月13日晚23时，周口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坝也轰然崩塌，形成宽度达30米的决口。这里的险情展现了极其可怕的水体挤压力，受上游巨量流沙引河倒灌顶托的强力挤压，支流河水根本无法顺利下泄。2股巨型水流在交汇处产生极其强烈的顶推与对冲，直接将侧面的堤坝防线强行推平。与此同时，许昌鄢陵县的青离河仓头村段导致河道水位长时间高位运行，最终无法承受庞大的进水压力而发生溃堤。3地险情接连爆发，汹涌的泥浆犹如猛兽般直扑村庄，全省防汛形势瞬间飙升至最高危险级别。河南人可能自己都没意识到，他们正在经历一个诡异的周期。2021年7月，郑州720特大暴雨；2026年8月，台风白海豚正面袭击。2场雨的成因几乎一模一样，一个太平洋上的台风，一堵北方的高压墙，一条穿越内陆的水汽通道，3样东西凑齐，河南就变成一口锅。2026年8月11号，今天这3样东西又凑齐了。河南省气象台给出的数字，最大小时雨强60到90毫米，1个小时院子里的水能到半人高。而2021年7月20号的郑州，1小时201.9毫米，中国大陆小时降水的观测记录。再看这次的总量，河南西部和中北部、河北南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能到400到600毫米。600毫米什么概念？北京一整年的降水大概550毫米，这边3、4天下完北京1年的份，连着下的雨，最危险的不是第1天，是第3天。第1天雨落下来，土还能吸，到第3天土吸饱了，同样的雨量砸下来，地表一点都收不进去，积水速度是第1天的好几倍。回到开头那个周期，2021到2026，5年2场同源的雨。气候学家2022年就说过，这种极端降雨的重现周期正在从1000年一遇往10年一遇压，现在看可能还得更快。果然超过了浙江省。
白海豚在河南省的降水量高达237亿立方米。8月10日至13日，河南全省平均降水量141.8毫米，虽低于浙江的215毫米，但因面积更大，降水总量达237亿立方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热点最前线，我是小坤。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北上之后，堪称雨神。其中河南这一轮暴雨降水量竟然高达237亿立方米，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237个西湖的水量一口气灌进河南。更诡异的是，靠近白海豚影响区域的浙江，这一轮降水大约227亿立方米，河南反而直接反超浙江。一个远离台风登陆点的内陆省份，竟然成了第一波暴雨的主战场。而河南洪水带来的后果非常惨烈。昨天我们报道了平顶山夹县北汝河40多米溃口，但没有想到夹县的溃口还没有完全处理完，反而又出现了2处新的溃口，许昌鄢陵溃口、周口溃口30米。从平顶山到许昌再到周口，不到48小时，河南3地接连出现溃口或者溃口险情。先说许昌，8月13号，鄢陵县清义河苍头村段发生溃口险情，河水长时间维持高位，堤防最终出现险情。几个小时之后，晚上11点左右，周口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坝突然出现大约30米溃口，洪水直接冲出河道。周口市第5人民医院院区被淹，积水最深达到 1.5 米。想象一下，半夜11点，洪水突然冲破堤防，医院进水，病人需要转移，而外面还在下雨。这种情况下，任何1分钟都可能变得非常关键。河南暴雨还没停，3个地方接连传来溃口消息，看得人心里一紧。8月12号晚上，平顶山夹县北汝河一处民堤突然被撕开，溃口宽度超过47米。周口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坝也出现溃口，宽约30米。洪水倒灌，周口市第5人民医院和一个驾校被淹，积水最深达到1.5米。许昌鄢陵也没能躲过，清义河苍头村段13号发生溃口，所幸人员转移及时，目前无伤亡。8月14日，河南出现险情，多地发生溃口，目前抢险救援仍在进行中。官方通报的情况是暂无人员伤亡。这个消息的敏感点不在发生了什么，而在还没到稳定期。溃口类事件往往具有持续性，水势、土体强度、排涝能力会在短时间内反复变化，所以救援从来不是堵住就结束，而是要盯住后续风险。从公开信息看，事件涉及河南的3地，之所以要同时关注多点发生，是因为处置逻辑不同。单点溃口可能主要集中在一个断面抢修，多点溃口则意味着资源调度更紧张，通信、交通和应急通道也更容易被挤压。爷，天上的爷，看到吧了，这是周口啊，这不是太平洋，你这样一直下，全淹了。你再这样下去，那周口就给你改名了，那叫淹死拉倒。官方给出溃口的原因是上游来水增加，加上沙引河倒灌顶托，形成双重压力。也就是说，上面的水往下压，下面的水往上顶，最后堤防扛不住了。可是问题也来了，当地的水温监测、堤防巡查、风险预警到底提前做了多少？为什么总是等到堤防真的出现缺口，才开始大规模抢险？现在再把镜头拉远，暴雨已经造成河南多地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郑州、洛阳、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等地都出现强降雨，有些地方短时间雨量惊人，城市道路变成河流，农田被水吞没，村庄被积水包围，河道水位不断逼近警戒线。
谁也没有想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台风白海豚本身并没有来到河南，可它裹挟而来的水汽却给平顶山夹县唐街镇刘庄村送来了一场猝不及防的特大暴雨。接连几天，大雨一场接着一场，下个不停。安安静静的小村庄遭遇到很重的灾情，地里灌满了积水，乡亲们辛辛苦苦操劳一季的庄稼全部泡在大水里面，一年的收成眼看着就要付诸东流。今天已经是13号，雨总算是停下来了，可灾难并没有跟着雨水一起结束，大水迟迟退不下去，很多村民现在依旧回不到自己家里，院子里面、房屋里边还积着很深的水，家具、杂物全都泡在水里。老百姓站在村口，望着自家的房子干着急，想回家回不去，心里满是无奈和揪心。而更让人紧张的是，8月13号凌晨2点，河南正式启用漯河五羊的泥河洼蓄滞洪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泥河洼最大蓄洪量高达 2.36 亿立方米，这其实就是在洪水已经大到河道扛不住的情况下，主动找一个地方把洪水放进去。而这个地方不是荒无人烟的地方，包括了2个乡镇、10个村、4567人。对这些村民来说，家园被弃，农田被淹，
换句话说，为了保住更大的城市，就必须有人承受洪水。这些被转移的老百姓，他们的损失谁来承担？最先刺痛人的不是洪水有多大，而是最关键的时候，河南依然在顶着。8月13日2时，河南决定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用来兜底。启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沙颍河流域的来水已经逼近河道能泄多少的极限。就在昨天，河南防汛指挥部亲手拉开泥河洼蓄滞洪区的闸门，把几千户老百姓辛辛苦苦种的10几万亩庄稼地主动淹成了一片汪洋。然而现场的水利专家们却集体松了口气，如释重负。你没听错，庄稼淹了，专家还在庆幸。在继续关注河南最新灾情之前，先插播一段广告。我们的节目由普瑞堂赞助，普瑞堂目前有玄宝黑参原参、玄宝黑参口服液、植物鱼油、美元皂等产品。现在购买普瑞堂商品满500美元，即可获赠9针9铺纯手工古法制成的玄宝黑参原参1根，多买多送。单笔满3000美元，再加赠1颗特级原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点击下方评论区链接订购，并输入优惠码 RMB888，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好，广告回来。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洪水总要等到这个程度才不得不启用蓄滞洪区？如果一场暴雨就能让河道水位暴涨，让堤防接连出现溃口，那么官方花了这么多年建设的防洪体系到底准备好了没有？不能因为它叫蓄滞洪区，就把老百姓的损失用一句为了大局轻轻带过。防洪的目的最终不就是保护老百姓吗？如果每一次洪水来了都是让一部分老百姓先撤先淹先承受损失，那么谁来保护这些被洪水牺牲掉的人呢？这才是今天河南洪灾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如果每一次都是等到堤坝破了才抢修，那么所谓的防洪到底防的是什么？而这一幕也让很多河南人再次想起2021年的720，5年前那场特大暴雨造成巨大伤亡。如果暴雨继续下，如果上游洪峰继续向下游推进，如果更多河流水位超紧，河南的防线还能不能扛住呢？因为洪水真正来到眼前的时候，留给老百姓的可能就只剩下几分钟了。这里是热点最前线，我是小坤，我们下期再见。